我想先带你到一座湖边。这是一个月夜，西湖上一片寂静，湖水黑得像一面巨大的镜子，倒映着天上一轮惨白的圆月。远处依稀是亭台、拱桥、垂柳的影子，全都裹在一层银白的雾气里。湖边站着一个人，背对着我们，一动不动，望着对岸。那里曾经是一整座灯火连天、彻夜笙歌的繁华大城，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能想象吗？就在这座湖的旁边，800多年前，曾经矗立着一座城。在那个年代，它几乎是全世界最繁华、最富庶、人口最多的城市，上百万人住在这里。西湖上画舫多到解不下，元宵的登山高达5丈，钱塘江的大潮卷起万丈雪墙，几十万人挤在江边看潮。然而有一天，一场亡国的大难，把这一切，连同这座城的名字，几乎一笔抹去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跟着一个亡国的老人，凭着他的记忆，回到800年前，去看一看那座只活在追忆里的云间天堂般的城。我们之所以还能看见那座城，全靠一个人，一本书。这个人叫周密，他是南宋末年的文人。你要先知道南宋是怎么回事。北宋的首都汴京被金人攻破之后，宋室仓皇南渡，在江南的临安，也就是今天的杭州，重新立国。从此半壁江山偏安东南，临安成了新的都城。虽然是偏安，这座城却把江南的富庶与精致发挥到了极致，繁华更胜当年。周密就在这座城的盛世里长大，亲眼看着他最风光的模样。可是命运再一次重演了北宋的悲剧。蒙古铁基地南下，南宋一步步退到了崖山。西元1279年，崖山一战，宋军覆灭，丞相陆秀夫背着年幼的皇帝跳海殉国，南宋彻底亡了。那座繁华的临安，连同他的歌舞与灯火，从此成了一代的旧梦。亡国之后，周密做了移民，不再出仕。某个夜里，他在灯下提笔，把记忆中那座城的种种，他的节庆，他的市井，他的湖山，他的繁华，一笔一笔写了下来，编成这本书，取名《武陵旧事》。武陵是杭州的旧称，旧事就是回不去的往事。他在序里写得很清楚，自己追念当年在这座城里的游赏，追想西游，待如梦寐，而感慨系之矣。回想当年的旧游，恍惚的像是一场梦，而无限的感慨全都挤在这上头了。他又说，亡国之后，青灯永夜，时意辗卷，恍然泪昨日事。在这漫漫长夜的一餐青灯下，他偶尔翻开旧日的卷册，那些往事历历在目，恍惚就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。你听，这就是这本书的底色。它表面写的是吃喝玩乐、湖光灯影，骨子里却是一个亡了国的人，含着泪替一座再也回不去的城留下的最后一张画像。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周密这本书当导游，一站一站逛回800年前的临安。现在请你跟我一起走进临安的城。我们先走上这座城的中珠线御街，这是一条笔直宽阔的石板大道，从皇城一路通向城北，贯穿整座临安的心脏。街道两旁是一家挨着一家雕梁画栋的2层楼店铺、茶坊、酒肆，旗缎做的招幌、彩帛的旗幡在风里飘。街上永远是摩肩接踵的人潮，挑担的小贩、抬骏的重夫、骑马的官人、逛街的侍女，一波接着一波，把整条大道解得水泄不通。光是站在这条街上，你就能感觉到一座100万人口大城的脉搏正在脚底下轰轰作响。沿着御街往南走到底，是这座城最庄严的地方——凤凰山下的皇城。巍峨的宫门和城墙，
朱红的门楼配着飞杵敲角，背后高蹭着抱石的鼓楼，整座皇城依山而建，掩在晨雾缭绕的青山之间。门前几个守卫官员在这片巍峨的帝王建筑底下，渺小的像几个墨点。这里就是南宋这个半壁王朝100多年来发号施令的中团。你站在御街与皇城之间，闭上眼睛想象一下，800年前，这里是当时这颗星球上最大、最富、最热闹的一座城市。它没有失去北方的气魄，却多了一份江南独有的精致与柔媚。接下来，我就带你离开大街，去看这座城最让人沉醉的地方——西湖。离开鲜浓的御街，我带你来到临安人的心头好——西湖。在临安人眼里，西湖不只是一片风景，它是整座城的客厅，是全城人共享的后花园。一到春天，尤其是天气晴好的日子，几乎倾城的人都涌到湖上来游玩。湖面上是密密麻麻、首尾相连的游船，精雕细琢的画舫，贴金的彩船，一艘紧挨着一艘。周密怎么形容这个盛况呢？他说：“水面画极，结笔如鱼令。”湖面上那些彩背的游船紧密地排列着，就像鱼身上一片片的鳞甲，密到连划船的水路都快没有了。你想象那个画面，成千上万艘船浮在碧绿的湖面上，船上的人饮酒、赏花、听曲，丝竹管弦之声此起彼落。周密说，那是歌欢箫鼓之声震动远近，歌唱、欢笑、动喷、鼓掠的声音一阵阵在湖面上浪开，远远近近把整片山水都震动了。一座城的快乐全写在这一湖的笙歌画舫里。等到天刚蒙蒙亮，游人散去，西湖又换上另一副温柔的模样。长长的苏堤横泊在湖上，堤上一排排垂柳，柔软的枝条垂进静止的湖水里，全拢在一层淡粉淡金的晨雾中。偶尔一两个早起的游人，一艘画船在雾里若隐若现，水面上飘着花瓣。这就是后人说的苏堤春晓，西湖最动人的清晨。你会忽然懂得，为什么这座城里的人会把它爱到骨子里。如果说西湖是临安的白天，那一年里最疯狂的夜晚，非元宵节莫谱。我带你去看800年前这座城是怎么过元宵的。从前一年的冬天，官府就开始在皇城前搭建一座巨大无比的鳌山，用无数的彩灯、贼帛扎成一座小山一样的灯楼。这座灯山有多夸张？周密亲眼见过。他写道：境中常另作琉璃灯山，其高5丈，人物皆用机关活动。宫中曾经下令做一座琉璃打造的灯山，整整高达5丈，相当于3、4层楼那么高。最神奇的是，灯山上那些人物造型竟然全都用机关操控，会自己活动。你想想，800年前的元宵夜，一座3、4层楼高、用琉璃和彩灯砌成，上头的人偶还会自己动的灯山矗立在皇城前，那是何等魔幻的景象！灯山之外，整条御街也化成了一条灯的河，家家户户张灯结金，各式各样的花灯挂满全街，舞队摆戏杂耍，一队接着一队在灯火里游行。周密记下了那种万人空巷的盛况。诸舞队次第簇拥前后，连亘10余里，景兴田尾，箫鼓振作。一队队的舞队前呼后拥，络绎不绝，绵延竟有10几里长，沿途景兴堆满，箫鼓喧天。而最动人的是这座城的男男女女全都走上街头，彻夜赏灯。周密用一句话收尾：都明仕女，罗绮如云，盖无西不然也。满城的男女老少盛装出游，咬罗菊缎多得像天上的云。而且这样的盛况，整个灯节期间没有哪一夜不是这样。元宵的高潮还在钱塘江上，每到灯节，临安人会把数十万滩做成各种模样的小灯放进江里，任它们顺流而下。刹那间，黑沉沉的江面上浮起千千万万点摇曳的火光，汇成一条条流动的光河，
灿烂的像把整条银河倒进了钱塘江里。800年前，没有电，没有霓虹，这座城却靠着千万坛灯火，把一个元宵的夜晚过成了林间最盛大的一场梦。看完了大场面，接下来我带你钻进临安的巷子里，去看这座城最有烟火气的一面——市井的夜生活。先去瓦子，你可以把瓦子想成800年前的大型娱乐城，里面用栏杆隔出一个个表演场子，叫勾栏。临安城里的瓦子又多又大，一座挨着一座，棚子上挂满彩旗。勾栏里几乎你想得到的娱乐全有：说书、唱曲、演杂剧、耍杂技、变戏法、皮影戏、傀儡戏、香坡摔跤，从早到晚轮番上演，台下永远挤满了人。说书先生一拍醒目，满场立刻鸦雀无声，演到精彩处又齐声叫好。卖茶水点心的小贩在人群里穿梭，孩子被举在大人肩头，看得目不转睛。一座勾栏就是一个小社会，三教九流，男女老少，全在这方寸之地里找到了熟制局自己的快活。逛累了，找一家临水的酒楼歇歇脚。临安最气派的是那些盖在运河边的多层大酒楼，层层叠叠的雕花栏杆，飞厨敲脚，每一根栏杆上都挂着红灯笼。到了夜里，灯火从一扇扇雕花窗里透出来，整座楼金光灿烂，倒映在底下乌黑的河水上，随波所漾。楼上是觥筹交错的酒客，穿梭的酒保；楼下的运河上，偶尔异叶小舟悄悄划过。这是这座城最醉人的夜晚。而真正让临安转成一座，是那些开到深夜的茶坊和夜市。窄窄的石板巷子两旁全是卖吃食的小摊和茶肆，暖黄的灯笼一摊接一摊，锅里笤里腾腾地冒着热气，香味在巷子里飘。摊前结满了边吃边逛的客人。在那个大多数城市天一黑就闭户宵禁的年代，临安却反其道而行，越是入夜越是热闹。这座城的灯火几乎整夜都不会真正暗下来。逛完了夜，我们再回到白天的西湖，去赶一场最热闹的节庆——端午的龙舟竞渡。每到端午，西湖上就要上演1年1度的龙舟大赛。几艘细长的龙舟，船头叼着张牙舞爪的龙头，船尾敲着龙尾，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齐头并进，奋力向前。船上一排排的贤许跟着鼓点整齐的划扯，动作快得像一个人。每艘船上都插着5颜6色的彩旗，旗手的旗子在风里猎猎作响，船尾翻起一道道雪白的水花。湖岸上、桥上是里3层外3层挤来看热闹的人群，鼓声、扎喊声、加油声，混着湖水拍岸的声音，把整片西湖都点燃了。你能感觉到，那是一座富足太平的城市才能拥有的无忧无虑的欢腾。在这样的城里，连过一个节都过得这样尽兴，这样热烈。现在我要带你去看这座城1年里最壮观、最让人血脉奔张的一幕——钱塘江观潮。每年农历8月，钱塘江的大潮最盛。周密为这场大潮写下了千古传出的名篇《观潮》。他开篇第一句就气势逼人：“浙江之潮，天下之伟观也。”钱塘江的大潮是天底下最雄伟的奇观。那潮水从远方海口涌来时，起初只像天边一条细细的银线，可转眼之间，它就化成了一道排山倒海的巨浪。周密这厮血淋祭天而来，大声如雷霆，震撼鸡舍，吞天沃日，势极雄豪。那就像一座白玉砌成的城，一道雪白的山连，从天边铺天盖地地压过来，声音大得像滚滚雷霆，震天撼地，鸡舍飞现，庞佛要把整个天、整个太阳都吞进去，淹没掉。那气势雄壮豪迈到了极点。更精彩的是，每年这个时候，官府还要在江上举行盛大的水军演习。周密写道：“猛同数百，分列两岸。”数百艘高大的战船分列在江的两岸，演练各种阵法，奔腾分合，操演火器。江面上烟雾四起，声如崩山，活脱脱一场大江上的水战。而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那些迎着巨浪表演的弄潮儿。周密记下了他们：
吾儿善求者数百，皆披法纹身，手持10幅大彩旗。数百个水性极好的无地健儿，个个披散着头发，身上刺着花纹，手里高举着一面面巨大的彩旗，争先恐后地迎着那滔天的浪头逆流而上，在万丈的惊涛骇浪里翻腾出没，千变万化。可手里那面旗子的旗尾竟然连沾都不沾丝，以此来向满江的观众夸耀自己的本事。而江岸上下10几里全是来看潮的人。周密说，江干上下10余里间，珠翠罗绮异目，车马赛途。江边上下10几里地，满眼都是穿金戴运、了罗决断的看客，车马把道路解得水泄不通。这就是这座城最壮丽、最鼎沸的一刻。可是，越是看到这样鼎沸的繁华，接下来的转折就越让人心痛。你看那滔天的大潮，那踏浪的弄潮儿，那分裂两岸的数百艘战船，他们是何等的意气风发，何等的不可一世。可周密在《观潮》的结尾也写了，当水军演习的火气在江面上炸开，黄烟四起，等到烟消波尽之后，偌大的江面上竟则一阁无迹，一艘船的踪影都不剩了。那一句烟消波尽，一阁无迹，像极了一个谶语。再喧天的招鼓，再壮观的场面，潮退之后，终究归于一片空寂。这座城的命运正是如此。周密身在其中时，以为这湖光、这灯火、这笙歌会永远这样热闹富足地存在下去。可是蒙古大军南下，临安城不战而降，紧接着崖山一役，南宋彻底覆灭。那些画舫，那些登山，那些10里的舞队与看潮的人海，几乎在一瞬间全成了过眼云烟。曾经倾城游湖的男女，曾经高举彩旗的弄潮儿，曾经分裂两岸的蒙铜战船，全都随着一个王朝的崩塌灰飞烟灭。周密成了亡国的移民，他亲眼看着那座林间天堂般的城一步一步走向终结，再也回不到从前。他能做的只剩下在青灯真歇下，把它一笔一笔写进这本武林旧事里。所以你读这本书会觉得字字句句都那么热闹，又那么悲凉，因为那是一个人在繁华散尽之后，用思念替一座死去的城招魂。把这本书合上，我想跟你聊聊这座800年前的城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。第一件事是繁华无常。临安曾经是这颗星球上最繁华的地方，上百万人口解不下船的西湖，5丈高的琉璃登山，10里的元宵舞队，万丈的钱塘狂潮，繁华到当时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它会有结束的一天。可就是这样一座城，在一场亡国的大难面前，几乎一夕成空，只剩下一个老人笔下的追忆。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曾经笙歌画舫的西湖，如今在一个落雪的黄昏里，只剩一片空湖，一株枯柳，一座无人的断桥。对岸那座繁华的大城，已经淡成了雾里几抹模糊的影子。雪一片一片落下来，落在这片曾经盛极一时，如今空无一人的湖面上。临安的故事并不是孤立，翻开历史，多少盛极一时的繁华都城，更早的汴京、长安、洛阳，到后来的一座座名城，都曾以为自己会永远繁荣下去，最后却一个个淹没在时间和战火里。盛世就像花期，开得越是灿烂夺目，越提醒我们它的短暂。可是换个角度看，正因为繁华无常，我们才更该认真地活在当下。你还记得那些踏浪的弄潮儿吗？在万丈惊涛里，他们手举彩旗，腾身百变，把短暂的、危险的、转瞬即逝的一刻活得淋漓尽致。那何尝不是一种对当下最勇敢的拥抱？如果临安的故事让你学到一件事，我希望是这个：好好去感受你此刻拥有的一切。一顿热饭，一场相聚，一个太平安稳的夜晚。别总把幸福寄托在等以后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眼前这份平凡的好还能持续多久。你此刻拥有的寻常日子，正是某一天的某个人做梦都想回去的西游。好，20分钟到了。今天我们跟着周密的武林旧事，
回到800年前的临安逛了一整圈。我们从月夜的西湖出发，看周密在亡国后提笔写书。我们走过御街，登临皇城，泛舟西湖，漫步苏堤。我们解禁元宵的琉璃鳌山与十里灯火，钻进勾栏瓦子、临水酒楼、茶坊夜市。我们在西湖看了龙舟竞渡，在钱塘江看了玉成雪凌的万丈狂潮与踏浪的弄潮儿。最后，我们在一场雪落空湖里，看着这场繁华的大梦如何戛然而止。一座800年前就已经如此繁华的城市，一个在亡国之后含泪追忆故乡的老人，一本用思念写成的书。我希望今天这趟旅程，不只是让你长了见识，更能让你在合上影片之后，对眼前这个平凡又珍贵的世界多看一眼，多疼惜一份。如果这趟800年前的临安之旅让你有收获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。我每周都会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，我们还要留在这座临安城，翻开另一本同样追忆南宋繁华的奇书——吴自牧的《梦良录》，看看这座人间天堂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细节。最后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如果能搭一台时光机回到800年前的临安待上一天，你最想去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是泛舟西湖，是解禁元宵的登山人海，还是去钱塘江边看一回那玉成雪凌的万丈狂潮？我们下集见。